阿拉格奇是應邀來見，川普是硬要來見。這一場中美元首會談，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歷史。它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啟動改變的窗口，而是歷史正在改變的過程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伊朗外長阿拉格奇突然跟王毅外長見面，所以我想這一次的5月14號的中美元首會談呢，我認為北京方面是做足了準備啊，因為呢，在過往會談已經被延遲了一次了，对北京來講啊，其實更多的餘裕跟充沛的空間，反而是我們看到美方啊，目前來說它是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狀態。前面的烏克蘭戰爭呢還沒有結束，後面的這個伊朗戰事呢，似乎走向了一個非常尷尬的棋，不戰不談，那要戰要談，要怎麼辦呢？怎麼談呢？巴基斯坦拉了幾次看起來效果還是有限，那可是問題是要真打嗎？美國看起來目前想打，但是又沒办法出盡全力。我們也看到福特號目前看來要返航了，超時部署了300多天了，所以這幾個事情我們可以把它綜合在一起看了。第一個，紅線是絕對不可能讓美方來做逾越的。台灣這個問題啊，簡單來講，不可能觸碰到台灣主權的問題，可以讓美方來做任何談判的一個問題。但是有個東西可能會談，但是不見得會在公開的場合上看到，也就是對台軍售問題。因為在美國的媒體已經多次談及這個問題，包含一些比較權威的媒體。過去啊，軍購是北京不願談，美方不給談，這是兩邊的態度。因為美國認為依據台灣關係法6項保證，它是可以單獨對台進行軍售的。對北京方面來認為說，對大陸這邊來覺得這個是我的內政問題。你美方不容干涉，你不可以單獨對台灣分裂勢力、對台獨勢力進行所謂的單方面軍售問題，所以這個叫做不願談跟不給談。但這次可能拿出來談，但是他必須在紅線之上談，也就是不觸及台灣主權問題。那我認為就會在所謂軍購數量上面做動手腳。那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也是兩岸形勢有個根本的變化，也就是說，兩岸形勢從一個底線僵持進入到了實體的這個談判，而且是在中美大架構之下，我認為會是這一次相當重要的部分。也就是說，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歷史。這一場的中美元首會談，它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啟動改變的窗口，而是它是一個歷史正在改變的過程。那談什麼呢？我認為就是談金額問題。我認為是作為中方你要來的話，那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線。所以這個7800億的部分，那我認為就會變成這一次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博弈的一個部分，但是它絕對不會公開上桌，因為這個東西依然是中美非常敏感的一個話題。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，這場中美元首會談，它的內涵就會有更多的實質。再來，中方的一個內部態度的整合跟處理，很明顯的針對魏鳳和還有李尚福的一個處置，而且是公開的宣布，因為這個判決的方向是既定的，但何時宣布就是政治的。法治面的落實跟政治面的宣示，其實全世界各國都是這樣操作的。就是說，如果當這個法治判決它是牽涉到政治面的時候，它的宣示的時間點，它是有很強的一個政治宣示的意涵，專門選定在川普訪華之前來進行這樣的宣布，很明確的就是告訴你，因為這2位前防長所涉及的是對美的洩密事件，所以我等於是對你美方有個非常強硬的回應，所以這代表什麼？我沒有讓你可以鑽空子的空，我這個態度是擺得非常非常嚴明，兩軍對陣，我用一個非常嚴厲的態度來告訴你美方，你不要再想從內部搞事。我認為美方是非常清楚的，因為你畢竟作為洩密接受方，這個要談 face to face，而且這延續到第4點，由中方來邀請阿拉格奇來訪華這件事，就非常具有高強度的所謂國際地緣政治的意涵，因為大陸過往基本上不是那麼願意主動的去涉入到區域衝突的問題，但是我們要知道，伊朗問題它不是區域衝突問題，它是全球性問題。因為霍姆茲海峽它的直接衝擊方其實就是大陸，因為大陸呢有大量的石油是從霍姆茲海峽，尤其是伊朗的原油，因為伊朗原油有幾個特點嘛，生產的價格相對低廉，它的原油品質相对優，而且呢量大管饱，它最大的問題是被制裁。如果沒有被制裁的話，伊朗的原油我們可以說是源源不絕，因為我們知道伊朗是全世界第2大天然氣儲存國，僅次於俄羅斯；第3大的石油儲備國，僅次於呢委內瑞拉跟沙烏地阿拉伯。所以它這麼優秀的天然資源，其實跟中國是完全相合的。是，可是問題就在於說美方對它的壓制，所以因此我在這個時候選擇對阿拉格奇進行邀訪，他是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，也是充分了解伊方的一個立場。
所以這一點是對伊朗身份的肯認，也就是伊朗你這次硬起來对抗美國，我北京看到了。當然他先輩也做了很多的準備。因為阿拉格奇，我們知道之前美方放了很多消息說阿拉格奇不足以代表伊朗，包含革命衛隊也不認他，曾經是打臉阿拉格奇。但是為什麼中方還是邀請阿拉格奇呢？而美方的消息源一直說，伊朗內部現在主談派跟主戰派之間非常分歧，沒有辦法代表。但這一點包含在大陸的一些學者都有這樣的看法。但我個人本人是對這個看法，我反而比較樂觀啊，因為主談派跟這個主戰派其實是一體兩面。這是波斯人慣用的談判手腕，因為啊，這個德國總理這個 Merz 啊，他呢就直接笑川普嘛，波斯人羞辱了你們啊，波斯人他最厲害就是我突然不談，所以他可以突然不談，說我主戰派出來我不談。可是如果你翻開阿拉格奇他的身份履歷啊，他是2·1戰爭的老兵啊，對，他是在2·1戰爭退伍之後呢，又進修之後變成專業的外交官，一路非常扎實的專業外交歷練，一路爬上來，他是極其專業的外交人士。其實，在我看阿拉格奇現在啊，這個在伊朗的外交台的地位裡面啊，大概跟这個印度現在外長蘇傑生啊同等級的分量。事實上，我也覺得跟王毅外長他是這個有點在他們的政壇有點這樣的分量在，因為他經歷的太多了嘛，他是可以直接跟革命衛隊對話的，所以。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，伊朗的涉外的這些人物都是革命衛隊直接退下來的，怎麼會跟革命衛隊有什麼分歧呢？所以這個回過頭來，他的概念就變成說，這些人事實上掌握實權，那這些人跟小哈梅內伊都是千絲萬縷的關係，尤其在當時的這個最高領袖辦公室裡面，小哈梅內伊就是專責負責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，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預算。跟他的相關的這一些資金指揮都必須通過最高領袖，所以相當於是什麼？他就是最高領袖的代言人嘛。而他作為最高領袖最得力的這個兒子，當然他跟革命衛隊的關係那是千絲萬縷。所以其實我們應該這麼說，請阿拉格奇來，北京就是給阿拉格奇一個肯認嘛，也是北京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些政治工作跟調查，確認了阿拉格奇他到底能不能夠代表伊朗。也就是中方能夠完全掌握伊朗的狀況，而你美方是掌握不了的。包含革命衛隊發表了公開聲明，還有伊朗的這個政府發表公開聲明說，革命衛隊內部不存在派系分歧的狀況。這也是相當於是給阿拉格奇的身份，還有對美方對中方的一個宣示。阿拉格奇來這個大陸之前，他先飛了阿曼，再飛了莫斯科，然後緊接着飛北京。他飛這幾個地方是什麼意思呢？阿曼是因為它作為啊這個伊朗換油的地方，等於說伊朗很多都是靠阿曼那邊在換油嘛。莫斯科相當於什麼？這個伊朗現在最主要的老大哥其實是莫斯科，也只有莫斯科的武器能頂住。但是莫斯科因為現在深陷烏克蘭戰爭，確實有一點沒辦法全力來支援，所以但是等於說普丁也蓋了一個印章，等於說他帶了他的經濟上面暫時阿曼這邊沒有問題，去了莫斯科，他在軍事的自保方面暫時沒有問題。那所以來到中國。他就是要來解決問題，是，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這個鋪陳。川普即便在這樣劣勢的狀況之下，都要來見。而且這幾天北京的天空啊，多了幾道霸氣的身影 ，C-17全球霸王，接連好幾架次的緩緩的降落。大家都知道川普最會打廣告了嘛，明明14號才要見，他就是在打響鼓號。所以大家知道美國總統出巡哦。那跟王爺出巡沒什麼兩樣啊，皇帝出巡，那個座駕要自己的，吃的、喝的、拉的什麼都要自己，連美國總統的排泄物都要打包帶走。真的哦？對，這是真的，這是真的。所以他也就是在宣示這一場的重要性。所以有粉絲問我說，到底川普會不會來？我說做到這樣子再不來不太可能。那我們就要探討下一個問題。那為什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川普還要來？他沒有排啦，他在幹嘛呢？對，剛才小江問到一個關鍵，他就是要來找牌、造牌、打牌。對川普來講，沒牌是常見的狀態。你看他當年5度破產，沒牌也是牌啊。所以川普的這種博弈心態的人，他這種做房地產事情，他是沒牌。所以對他來說，我美國總統可以跟中國主席單獨的來見面，來營造這個氣氛，其實他就是在宣示，這種就是一種反向宣示。這世界秩序依然我美國說的是算話，這就是造牌。但是我覺得中方就是預判了這個預判，所以提前把阿拉格奇找來。我們從這幾個角度來看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現象。首先要先確立美國在全球霸主的這個地位，而且就川普去年11月所公布的 NSS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，他就是要玩 G2 啊，他順勢打這個 G2 出來，
我認為他自己內部評估，它是一種合理的一種思考嘛。那在這個G2的情況之下，美國的邏輯是什麼？我固守好我的美洲，那這個美洲當然就是委內瑞拉，所以他最近對委內瑞拉是放鬆的哦。委內瑞拉這種國家啊，對美國來講就是拿捏2個字，所以他對委內瑞拉的放鬆，其實委內瑞拉執政黨根本沒換嘛。這個羅德里奎茲啊，現在這個代總統啊，他的父兄都是堅定的社會主義鬥士啊，都是常年跟着從查韋茲時代就跟着社會黨，因為他們這個委內瑞拉這個社會黨常年反美的嘛。他自己本人對美國也從來沒講過什麼好話，但美國自己就改變態度了，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嘛。就是說，美國其實也發現，你能夠端得了馬杜羅，你可能可以再抓得了羅德里奎茲，但是你沒有辦法把社會黨從整個委內瑞拉社會給移除掉吧。而且這個其實是有失敗案例的，因為當年啊，美國攻在伊拉克之後，他們用了一個去復興黨運動，也就是原本海珊哦，當年去復興黨運動的時候，把復興黨從整個伊拉克社會革除之後，整個伊拉克陷入了綿延無盡的武裝衝突裡面，因為各地的大小軍閥相嫌，大家都拿起武器，然後呢，這些被關押的復興黨幹部、軍事幹部又跟極端宗教分子結合在一起，变成後來的伊斯蘭國的雛形。美國根本花了20年，這一場空嘛。所以我不認為他去把委內瑞拉的復興黨端了，對他有什麼好處？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，他就可以有些說辭嘛。你看，委內瑞拉因為跟我美國合作，走向了光明，這個就是符合他的 G2， 也就是說，在我美國的勢力範圍內，信美者得永生，不信美者下地獄，就是他的概念就是這樣。日本的這種急切的心態，在台灣有一股非常親美的力量。那民進黨更別說，民進黨堅持1.25兆台幣的軍購嘛，那一個數量級比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啊，因為那都超過我們這個台灣 GDP 的3%了。所以美國確實有一股力量一直在明面上他不做動作，但實際上他不斷的在制造一些潛在的衝突。而這一些小弟們呢，他們也樂於做這種事情，因為對他們來講，衰弱的美國，他們不認為那是重點，因為我們看美國是在衰弱，但是因為我們對美国祛魅了嘛。可是你對美國帶有濾鏡的人，他不認為美國在真正在衰弱啊，他認為美國現在攻無不克、戰無不勝啊。過去美國對這些人根本就是棄如敝屣嘛。但是呢，就是因為在這個特殊時刻，所謂的妖魔鬼怪、魑魅魍魎啊，他就慢慢浮上來了。因為這個有空間嘛，美國衰弱，他需要去跟格局更下作的領導人來進行合作。所以你看賴清德剛剛去斯瓦蒂尼，那都不叫訪問了，那叫什麼？我都覺得他是躲在貨倉裡面的，是有夠丟臉。但是呢，那一種愚昧的人，其實我不覺得他們是愚昧。你說高市長嘛，他也是學霸啊；你說賴桑、賴清德，他也是成大學士後醫學系畢業的啊。但是他們這個叫什麼？這個因為當他戴上了意識形態的濾鏡的時候，我們都說啊，成見是心中的一座大山啊，移都移不走啊。你跪在那裡何必呢？那如果你對澳洲會跪，那你為什麼不對中國南京大屠殺死傷同胞？你不用跪，你來獻花就好了。說實在的，我們中華民族的度量是更大的，而且澳洲跟日本的直接性衝突還少多了吧？澳洲軍人死於日本的集中營，或者是死於日本的這個直接性的攻擊，少多了，少太多了。因為畢竟澳洲遠嘛，那你都願意做到這種程度了，那更何況。日本也要搞清楚啊，他去的每個國家現在都對中國投懷示好啊，所以我說這個日本做這些事情其實有點突然，但是沒有辦法。日本作為美國整個帝國霸權中的核心的基石，它絕對不是一般的小弟的存在。因為美國在2戰之後所獲得的2個最重要的，我們可以說叫做定海神針啊，就是亞爾達體系當中美國所獲得的2支定海神針。一支是德國，一支是日本，因為有大量驻軍權。日本在戰時1/5，就是20%的國土是可以為美軍所用，用為戰爭之需求，甭管日本同不同意。而美國在德國的駐軍也就老死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北約只能為美國所用，它很難有自主性。這就是為什麼法國過去在戴高樂主義還比較興盛的時代的時候，基本上不太鳥北約嘛，因為法國總覺得北約就完全是美國人的玩物嘛。我們常以為島鏈的核心是台灣，那個叫做位置居中，但是島鏈真正的核心是日本。這個是很多台灣人太自大了，自以為夜郎自大，覺得台灣是第一島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那自以為是，日本才是第一島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就基於這個日本之後，然後
在韓戰又獲得了這個南韓的主控權，所以他就等於說他抵抗日本的島鏈。為什麼要韓國？因為這個是島鏈的什麼前面的島鏈，相當於是翼城啊，這個羽翼的翼，翼城就是作為護衛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它是雙重的，然後再往下延伸，經過琉球半島到台灣，好，然後再從台灣往菲律賓去。這次日本絕對踢到鐵板，因為這個他面對中國是史無前例強大的中國。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超10億人口的全工業化國家。第二個，中國擁有全品類項完整的工業門類，只有一些部分門類目前還沒辦法做到完全自主，但是將來也逐步在完成嘛。然後再來，日本這個高科技的時代最害怕什麼？就是稀土啊。日本在一戰以前人類的核心的這個金屬是什麼？是鐵、鋼鐵。二戰之後是鋁，然後再來是銅，因為進入了這個電算機時代，銅跟金很重要，尤其銅，金是一直都很重要。然後呢，到了當代呢，当代是稀土最重要嘛。這個稀土的時代，那抱歉，全世界上掌握重稀土90%，那就是中国大陸啊。那你日本能造什麼？美國最近的 F-35啊，造不出來啊，因為雷達塞不進機鼻裡面。為什麼塞不進？因為沒有稀土，雷達無法微縮化，這叫物理現實嘛。但日本這些政客懂這個嗎？他不懂嘛，他怎麼會懂呢？因為日本的政務官跟事務官體系分得非常非常的開，所以使至於說，日本這個誤判是來自於他一些極右翼政客的誤判。而且呢，日本恰巧我們常說啊，這個國家的國運在走的時候，它就會有一個方向在。偏偏這時候高市早苗出來了。我知道很多大陸網友很貶低高市早苗，但我跟你講，他確實有點能力。一個雙門都沒有的，他既非門閥也非派閥，對，他是雙缺啊。但是他幹到日本首相，而且以他的得票率來說，如果他穩穩的幹，他幹成長期首相的機會是很高的。日本啊，你只要幹超過1年就屬於長期首相，我們都知道，因為日本有1年1項的這種傳統。我認為他正常幹，他幹個3年應該是不成啥問題，3年就算日本的長期首相啊。所以回過頭來，剛才您的那個問題，我們就能來回答了。我們把這個歷史脈絡貫穿之後，日本做這件事情，既是美方的一個需求，也是日本對歷史的一個誤判，亦是高市早苗個人的一個政治上，你說他的能力的分布所產生的一個必然結果。這個就是我在看的。那所以這個會導致一個結果，我有一個預言啊。中日之間必將一戰，未來，那但是這個戰，它可能不是我們想象中的戰爭，而是我認為中方現在在做的就是極大程度的準備這一場，我認為是一種物理的碰撞。至於它會到什麼程度，我不知道，但它一定會出現一場物理的碰撞。因為大家秀肌肉，總要把肌肉拿出來較量嘛，就沒打架也得掰個手腕嘛。好，吃這一碗羹吃下去之後，你日本才會死心塌地的服氣。你做不了日本第一，現在這個亞洲第一，現在亞洲第一就中國，而中国即將成為世界第一，它的邏輯是這樣。但是日本沒吃這個羹，它是不會服氣的，因為日本那個賭國運的那種心態太明顯了，那是歷史所然嘛，對不對？你看元朝是中國少數朝代跑去入侵日本的嘛，打下了對馬海峽，順順利利的，結果一上岸到了這個日本的中國地方，日本中國地方就是指說在九州跟四國。然後跟關西所夾的那個本州島那個尾巴那一塊，就瀨戶內海的北方那一塊，那個叫日本的中國地方。因為那個以前在日本就稱居天下之中，所以他們稱中國。那這個地方一上岸遇到颱風，2次，所以你說日本人這種在歷史有時候就是會讓那個民族的性格，他就有這種決定，你知道？我們讀歷史就是在看這個東西，所以他那個被吹，他就東倒西歪了，這樣子援軍就敗了嘛。那就變成說，日本他這個自信就很迷之自信，他就覺得說，你看我日本在本土是不敗傳說，所以日本這個國家你不把它打服是不行的。台灣人對日本理解是很深刻的。日本在台灣殖民50年，我們台灣老一輩留一句話，我阿公以前常講的，叫做日本人啊有禮無體，就日本人呢有理無體，表面上すみませ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講得很客氣很客氣，但是沒有那個體。他的體和他那個體是什麼？他對禮沒有從根本的認識，他只是遵一個形式而已。所以你今天要日本真的服中國，你不把那個體給打破，他不會打從心裡去服你。他們跟韓國人不一樣，韓國人看風向厲害，他是四大主義。韓國人自古以來四大主義，他非常懂大陸吹拿走拿，這個就是他很聰明的地方。這韓國人是非常懂這種態勢的，所以兩個民族的這個歷史性格所造成的那種根本的差異，其實也會造成說。未來2個民族在遇到這個一個
全然崛起的中國的時候，他們所面對的歷史命運的判決是完全不一樣。好精彩，好精彩！我覺得這個就叫什麼是以史為鑑。我們真的，我聽完歷史課之後，我忽然覺得，我聽懂了。美國的這些政要也好，還有日本的這些政要也好，要去好好上歷史課，就是因為他們對歷史的不理解和誤判，才導致了今天他們即將面對的結局。